奈良景宿位于中山道最险峻的山路鸟居卡附近，因此以前的旅人通常会选择在这边过夜，所以人来人往啊，让这边变成很繁荣的驿站。然后它这个天堂温泉是真正的温泉哦，并不是那种热水的而已，所以就是有这几个优点让我很喜欢这一系列的饭店。介绍这间饭店以前，我先讲一下，饭店价位是偏中等，不算便宜的饭店。一个晚上单人可能要2000多，双人可能要3000多块，一定是跑不掉的。然后如果遇到假日，我曾经住过一个晚上要5000多块的。它的中文叫做多美营。那选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离松本车站很近啊，走路约5分钟。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横跨黑布利山，今天经过寒冷的一天，我希望有温泉可以泡。我就找到了这一间是适合我们的。这一间饭店的特色就是，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写一个什么天堂温泉。那它这个温泉我介绍一下，这个天堂温泉是真正的温泉哦，并不是那种热水的而已。那我很喜欢这一点，就是它的温泉我觉得很好。那你又不用花很多的钱去住温泉旅馆，跟那种很有名的温泉区比是不太可能啊。但就是都会区而言，就是你又想泡个温泉的话，我觉得这一间真的 CP 值很高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第二个特色是叶明的拉面，它写是叶明的寿吧。它晚上呢一定有一个免费的这个宵夜可以吃，你只要有入住都可以吃。然后再来第三个优点是，它这个温泉泡完之后出来有免费的那个冰棒可以吃，而且它的冰棒不是那种很烂的冰棒，基本上就是口味很多种。我记得我们这一间有4种口味。然后如果你是早上泡温泉的话呢，它是没有冰棒，但是有养乐多。讲比较难听一点，是比较适合消摊的台湾人啊。哦，这免费的最好这样子。虽然它应该是都包含在我们的房价里面了。第4个优点是大厅都有迎宾的饮料。那像我这一间提供的是当地的苹果汁，然后还有最基本的咖啡机，然后这也都是免费的。所以就是有这几个优点让我很喜欢这一系列的饭店。基本介绍就到这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挑这间饭店的原因。然后我们来开箱一下它的房间。那首先大门进来以后呢，侧边这边进来是洗手台。那因为我们已经使用过了，所以有点凌乱。好，那洗手台跟吹风机还有冰箱就在这边。然后我这次来日本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冰箱啊很多会有这个按钮，就是你在按钮如果没有按钮，有些冰箱是不能用的，所以记得来放东西以前要先确定你们的冰箱是有没有温度的。如果没有温度的，要去找到它的按钮，把它按下去才能使用。这大概是洗手台的部分，然后这最基本的擦手的毛巾。然后后面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吊杆，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或者是泡汤后的毛巾挂在这边晾干。然后再往前这一间呢，就是厕所，中规中矩，然后有一个浴缸，一样免治马桶。空间没有很大，因为这一间有自己的温泉，多数人都是去那边洗澡的。然后过来呢，是我们的主卧，跟我妈是订双床的房型。那整体空间感很大，行李箱要几个打开应该都没有问题。然后一样有一个小茶桌，然后跟2张椅子可以坐在这边吃东西。然后它这个房型啊，他们的饭店设计就是会有这个拉门去隔绝主卧室跟厕所之间的空间。然后这边就是衣架，还有放毛巾的地方，浴巾、毛巾会先放在这里面。有附2瓶水，然后因为我来的时候充电线忘记带了，所以它楼下1楼呢也很棒，有借我充电线，然后采光也还 OK。虽然现在是晚上，但是我下午来的时候大家看过了，我们这个窗户呢正对面的就是这个松本最大的马路，所以采光是还不错。防音的话，我目前虽然坐在大马路边，但是我好像没有听到太多的车声音，所以他们饭店的防音是做得很好的，整体饭店的灯光什么的都还 OK。那这间饭店我有比较仔细介绍一点，是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饭店，虽然是价位上比较高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住起来是舒服的，不会累的那种饭店。哦，对了，然后冰箱啊，它还有附这个白桃果冻，1人1颗，那当做这个迎宾的小物。那带大家去看一下9楼的温泉，这个是女汤跟男汤的入口。那温泉呢，就是不能拍，大家自己上网去看。这边有免费的冰棒，有巧克力口味，这个是可尔必斯口味，然后跟饼干口味的。免费的养乐多在这里，明天早上才可以喝。冰棒拿回来试试看。饼干口味的里面是包香草冰淇淋加巧克力，
它这个冰淇淋虽然是免费的，但是很好吃哎，不马虎。它饼干稍微是软一点但是里面的巧克力跟香草是有水准的。这是它的雪糕，它雪糕也很好吃哎。看起来我原本觉得它是硬硬的，但没有它的雪糕是软的整体吃起来不会到让人觉得很甜，很好吃。这是我们饭店迎宾的苹果汁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喝到饱的，它没有限制。长野这边的苹果产量是日本第2名，第1名应该是青森然后这个苹果汁也很新鲜，很好喝。然后旁边呢还有咖啡机，有热咖啡跟冷咖啡可以用。好喝吗？苹果的味道很重很香浓。这个苹果汁100%的原汁，为什么我会知道？原因就是因为我在青森的时候喝过，它这个味道就跟我在青森喝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而且是属于比较成熟的口味，也就是说它的苹果味道比较浓，然后也比较甜一点，这真的很好喝。晚餐我们来到一间道地的乡土料理店，是一对老夫老妻开的。因为我们想吃定食，所以就 Google 一下饭店附近有的定食店。我点的是天妇罗拉面，这一个是900块日币，我们来吃吃看。然后我妈点的是太阳鸡定食，这个也才900块。然后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样小菜，白饭、蔬菜跟汤，很丰盛。这样才900，真的很不可思议。我们现在说它的优点，它的炸天妇罗跟拉面都蛮好吃的。它这个拉面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符合台湾人的口味，不会很重咸，算清爽型的拉面，很好吃。然后最特别的是这个炸鸡很好吃，而且分量很多。那这个断面很 juicy， 那个炸鸡很推荐。然后小菜又很多样。我要更新一下价位，我这个拉面的价位是600。我们吃的这间定食叫做白雪，就是要给一下这些老店一些机会。我看评论是一对老夫老妻，而且好像她丈夫有疾病的样子所以就是很用心在经营这个店家啦。重点是不贵啦，然后那个太阳鸡定食的话才900块，炸鸡又很多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用餐环境可能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干净，因为毕竟是老店一点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饭店的宵夜，现煮的拉面，就是简单的一碗拉面，有笋干、葱，还有昆布组成的。汤还是比较算是清甜的啦，但是就是比较咸一点，它不是浓郁型的。今天我们要去奈良景宿，我是直接使用 JR Pass 从松本搭到奈良景站。那因为这一段的班次比较少，所以出发前记得要先查好班次，才不会在车站等太久。每次搭电车的时候，我都习惯去第1节车厢看风景。结果这次意外看到他们是如何训练新人列车长开车的画面。看起来虽然是很严肃的在训练，但搭起来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。中途会经过岩尻这个大站，有些班次不是直达奈良景的，就得在这一站转乘。不过我们是刻意选择直达车，所以就不需要转乘。过了岩尻以后的路线，就是江户时代5街道中的中山道，它就像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一样，是当时主要的道路之一。起点是东京的日本桥，而终点是京都3条。是旅人必经的路线，沿途设有很多的驿站，又叫做宿场。而现在我要前往的奈良景宿，就是目前还保留的相当完整的宿场。因为奈良景是小站，所以列车长就得自己售票。我们出示 JR Pass 就可以下车喽。奈良景车站出来以后呢，往这一边看就是老街的入口了。那这个老街呢，就是中山道里头的其中一个驿站。那以前呢，就是从东京到名古屋往返的人中间就是需要休息，所以他们就是选择了这一个地方来当做一个驿站，可以在这边过夜。那我看他的介绍呢，这边就是有号称奈良景千家的一个称号。也就是说，当时早期这边当作是旅馆的时候呢，是很繁荣的。他们用这句话来形容这边的繁荣，就好像有上千个人一样住在这边过夜。
那这些旅馆呢，现在都被保留下来了，大多数都是2层楼的构造物。那我们就来参观一下这边的历史建筑，保留的这一个中山道，来看一下这边的建筑文化。来到奈良警署的入口了。奈良警署呢，全长大概1公里左右，都是这种2层楼为主的木构造。那这个都是当地保存的遗址了，应该不是讲遗址啦，是当地被保护的建筑材。两侧的店家几乎都已经改装成商店街了。这边的店家很多就是卖这种漆器的，他们叫做漆器店。那其实漆器店呢，就是碗筷啊、汤匙、一些烧酒杯等等的，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做的，然后再漆上一层外漆这样子。其实我们常常看到喝味噌汤的那个瓷器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种漆器店呢，一般都是禁止摄影拍照的，所以没办法去拍里面内部的情况。那也有一些像这种陶瓷的，这间还有卖便当盒。我妈呢，这一整趟都想要买一些烧酒杯，因为她都拿烧酒杯回家当做泡茶的小杯子，所以呢，刚好奈良警署这个地方就有很多这种杯子。喜欢这种老街，然后古典文化的人，我觉得蛮推荐可以来这里的。这里观光客偏少，也没有什么团客，然后整体走起来的感觉很舒服。街道的长度大概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1公里左右，所以这边来的班次刚好我记得就是来的时候，然后再等回程的班次大概是2个小时，所以我觉得2个小时应该把这边逛完，绰绰有余。我找到一间漆器店是可以拍的，大概就长这样子。这种漆器店呢，主要就是卖勺子、大勺子、小汤匙、吃茶碗蒸的汤匙，然后一些筷子，然后都是木质的，然后会再上一点漆，然后还有一些碗盘，这就是这种漆器店卖的东西。这里还有一颗超大的松柏。这一整排都是当时的驿站，也就是旅馆，然后现在呢，多数都改成店家了。基本上这一整条街都是这样子啦。我在猜这边应该有一些旅馆，它现在应该是变成民宿的。像这间呢，应该就是现在还有在经营的民宿，看起来就是住宿的店。所以呢，如果真的对这种文化很有兴趣的人，可以在这边住个1晚。刚刚奈良警署的那个游客中心啊，大概就是1半左右的位置，那等于我们走了500多公尺了，还有大概约500多公尺。然后这里啊，午餐的选择并不多，大概有2-3间餐厅是可以用餐的。地图上是写更多了，但我只有看到2-3间而已。然后主要都是这边的一些特色的料理，像山贼烧啊，或者是信州的荞麦面。所以其实如果在市区没有机会吃到的人，也可以趁中午来这边，顺便吃一下这边当地的特色料理哦。入馆的费用是300块1次，那可以花钱上去看一下这个建筑材保留的状况，然后还有去了解以前他们里头的设计。那走到底呢，就是一个神社。看到神社呢，就是老街已经走完了。那我们准备往回头走了。这是平日啊，所以没有每一间店家都有开。他们真的是主要是卖这些瓷器，也有卖酒的。奈良警署位于中山道最险峻的山路鸟居卡附近，因此以前的旅人通常会选择在这边过夜，以补充体力。所以人来人往啊，让这边变成很繁荣的驿站。沿路有6个主要的水厂，是以前建造给路过的旅客解渴用的。这些山泉水啊，也是当地居民很重要的水源。至今部分的水厂被完整的保留下来，而且还有在使用哦。这些被保留的房屋都是采用当地独特的技术建造的，具有历史及学术的价值，已被选为国家重要传统建筑群保存地区。参观的时候，我们能感受到旧日本的氛围，保留着浓厚的历史痕迹。
另外，因为木曾地区盛产很多的高级木材，又称为木曾五木，在江户时代啊，这些高级的木材其实是不准老百姓使用的。后来啊，渐渐开放以后，他们将木曾木打造成各种的漆器与取物，至今啊，就变成了奈良井的特色工艺品与知名的伴手礼了。2个小时左右差不多，我们没有吃午餐。有吃午餐的话，可能要再赶一点。也许后半段的街景跟前半段差不多。我是觉得可以走到案内所那边之后呢，找一间餐厅用餐，然后刚好2个小时之后呢，再搭车回松本。那如果很喜欢这个文化的，可以建议就是像我一样全程去把它走完，那可能肚子就会饿一点。我们要回松本呢，吃个午餐，再去逛松本城。